醒醒，醒醒！我的血应该早已能压制毒性，难道他体内这东西并不是寻常的魔毒，不是魔域的奸细吗？怎么一次又一次被他反噬？张嘴！咬！咬啊！不能太用力，也不能不用力。救人比杀人难多了。几十流光手来锦绣万千，顷刻间化成爱与之间。当血墨一眼闪若云边，多少灵魂遁入无垠荒野。风一脉，灵火相见，不见天明，便与你缠绵。最爱万丈，如那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最远，弹指间爱可以幻灭。最爱无言，惹不了一生时光。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。生生世世不换。有生之年我只杀人，几次救人都是因为你，偏偏你却如此无用，连我的血脉都承受不住。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，生生世世不换。我这是在哪儿？好冷啊！周围怎么这么暗啊？这不是师祖的血凝花吗？好久没有这么放松的感觉了。是我睡错地方了，还是老板抱错抱枕了？外面怎么那么吵啊？我怎么好像突然有了千里眼跟顺风耳啊？感觉动动手就能移山填海。老板，我好像变强。师祖，师祖，还活着，吓死我了。
老板，老板，上下级要保持一定的纪律啊！胡言乱语，你就是这么侍奉人的？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好不好？说到这儿啊，咱们好像从来没有讨论过劳动合同这个问题。这儿虽然没有什么劳动法，但是该有的待遇还是不能少的吧？说吧，想要什么？嘿嘿，要您发工资应该不太可能。每周的双休您得保证吧？转来转去，要的还是这个。啊？那双休不行，单休也行啦。继续浇水，别想偷懒。我听说你们在这儿待了500年，是不是不管人还是火，一个地方待久了，容易生病啊？都怪司马昭这个没良心的，大逆不道！哼，没事老拿我消遣。司马娇，这么娇滴滴的名字，跟祖宗也太反差了吧？笨蛋，是娇，烧焦的焦。哦，嗨，这就对了嘛。你怎么这么暴躁呢？难怪祖宗说你一旺盛他就想杀人。哼，那是他诬陷我，我和他并不共感。你给我浇水让我痛苦，他并不会觉得好受些。那我这不是无效上班了？如此好的机会，为何不趁机偷薛宁花？哎，不是，你这个臭女人、坏女人，怎么知道真相了还在浇啊？不好意思啊，别浇了！比起你这簇只会吐火星的小邪恶势力，我肯定要向更邪恶的祖宗势力低头嘛。公司战队就是这么残酷哈。有朝一日等我恢复了，我一定要把你烧成骨灰，撒到司马昭那个混蛋面前。我的花，司马昭，好的也是我用你的血养出来的花，你就不心疼自己的血吗？捡起来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花儿，花瓣。想要吗？您都把花扯成这样了，我要它干嘛呀？看来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们就这样让你进来了。是的，没人跟我说什么。哎，主要是我和师傅师兄其实不太熟，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内幕。况且，知道的越多，死得越快。这花赏你了。他竟然对你这么大方！大方，这花瓣好看是好看，可是我能用它来干嘛呀？你竟然不知道，这可是凤山血凝花，一片花瓣就是1000年修为，整个庚辰仙府之人都对它趋之若鹜。哎，这应该算工资？只要你帮我，我给你更多的花瓣。不用啦，谢谢啊。人心不足蛇吞象。说实话，像这种宝贝，我也不是很敢用。万一我一个受不住死了怎么办？小说里很多这种套路的。我今天的活干完了，那我先下班了啊，拜拜。哎，你别走啊，再陪我聊会儿啊。嘿，这就走了。我活都忙完了，
不能走吗？谁说忙完了？要你多嘴，你自己找什么活儿？不想死就跟上。你今日无需再干杂活，只需学会一种杀人的术法。杀人？我不学行不行啊？不学就杀了你。啊！拿起来。拔出来。仙府的灵气都需赋予灵力，方可使用。可我不会灵力啊！我为什么要学杀人啊？日后定会派上用场。啊！师祖，我先跟您确认一件事儿啊，免得我们日后相处起来拿捏不好分寸。说。那个，您看您给我喂血，把我留在身边，还亲自教我术法。这山上明明那么多人，您偏偏对我一个人这么特别，不会是喜欢我吧？你区区一个筑基期的小修，跟我谈喜欢，你真可笑。我现在长得算挺好看的，也不至于到可笑的程度嘛。而且喜欢跟修为有什么关系呢？凡尘情爱，岂能入我的眼？那可说不准，老房子着火一瞬间的事儿。不知所云。要不是因为你的体质能暂缓的灵火给我带来的躁郁之气，你以为你能活到现在？哦，原来我是个移动空调啊！那就是我想多了，司马昭他真的没有感情。哎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拜拜啊！棋子已落，500年了，这一切终于要结束了。蛇兄，你来啦！快快请坐。蛇兄，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事儿。你在师祖身边待了这么久嘛，你肯定知道他的喜好呀。如果想要讨好师祖，该怎么办呢？师祖，您看这桌子，我擦得明光锃亮。啊，还有这地，也纤尘不染。今日有何事求我？昨天晚上我肚子又疼了，痛得我命都快没了。上次您不是用血救了我一下吗？你想如何？我想你随叫随到，无偿献血。我就是想，以后您能不能用您珍贵宝藏的血液，及时救我于危难当中啊？毕竟我这小小的身体，还是能帮您的忙的嘛。
我们互帮互助，好不好？和我谈条件。不敢不敢，是恳求想要我的血，啊。看我心情。那您怎么才会心情好呀？祖宗也怪可怜的，这还需要思考。杀人啊，你替我去杀人。这有点超纲了吧？师祖，你别走啊！你等着，我肯定会找出你其他需求的。师祖，您辛苦了一上午，我来侍奉您了。我听说您睡眠不好，根据我多年的打工经验来看，多半是烦恼太多、太焦虑导致的。蛇兄，怎么样能让师祖心情变好呢？师祖喜欢枕头。哦，师祖睡不好觉，他睡不了觉。可笑，有何事值得我挂心？总之呢，我带来了解压3件套，配合我独特的按摩手法，不妨您试一试。终于要对我下手了。放心松哈。老板，您看我这么诚心诚意的侍奉您，不为别的，我就是想问问您，我那个待遇能不能再商量一下呀？何为待遇？又是为了我的血？对呀。还有，您看啊，我已经连续上班5天了，连续干活5天了。别说双休了，连单休都没有。你怎么如此龌龊？我怎么又龌龊了？讨好老板真难。早知道之前就在职场里多跟同事学2招了。我们做错了什么？不过是同门师兄弟留有余孽而已。有违道义，血凝花和这1千年修行，不就是为了这些吗？原来老板是在这样一个人吃人的环境里长大的，怪不得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恨意。那我作为老板的心腹，是不是应该去表表态，安慰安慰他呢？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
廖廷艳，廖廷艳，你就是一个咸鱼，靠躺平升职到这个份上已经很幸运了，不要自不量力好吗？老板，您怎么来了？哦，我懂了，一定是灵火烧的，您又烦躁了。怎么回事？还这么烦躁吗？今天空调不管用了？你去睡吧。这有点像老板还在加班，却跟我说你先下班一样，那么离谱。那我去睡了。老板，你这样，这样睡得好吗？毕竟这份工作的福利太好了，迁就老板一点也是应该的。马娇这人应该是个不近女色的事业品，他爱待着就待着吧。果真，它不仅能缓解灵火带来的灼烧，也总能莫名平息我的怒火。醒醒，醒醒！起来，不许睡了。请问有什么事儿啊，亲爱的老板？能不能体谅一下美人的暧昧之心？睡眠不足，人有眼圈的。你怎么能睡得着？我为什么睡不着？我在这里啊。哦，然后呢？整个庚辰仙府的人，凡是听过我的名字的，无人不怕我。你怎么还能安心的在我身边入睡？睡眠质量太好了，不能怪我。你真让人看不透。好吧，既然老板是熬夜老司机，我也要舍命陪君子。熬夜老司机？就是您这样作息不稳定的人。你哪里来那么多奇言怪语？大概我思维敏捷吧。
本杀不了父亲。看来真正的凶手还在背后。不愧是谢雪辰，皆是剑位出鞘，灵力不足往日4成，亦非寻常修者可及。大半夜的，你们也太激烈了吧，床都塌了。你朋友啊，看着真可怕。不必追了，让他回去通风报信。这是你和南虚月的计划，示弱以诱敌，真是卑鄙呀！唉，你们实在应该也让我参与参与。你就算了吧，这等卑劣之事，你未免太擅长了些。回到这雍雪城，在自己家里还要被人搞袭击，怎么样？刚才幸亏我来得及时吧？雍雪城谕令还没到手，他们眼下是不会杀我的，只不过来试探我灵力恢复了多少罢了。那还是我多管闲事了。若我方才不来，这场刺杀戏，你打算怎么收场啊？按计划，我会受伤，然后拼命发出求援信号，待长老和弟子赶来将他击退。又是这种不要命的打法。我送你的剑呢？不是说要做普通人，怎么还带着摇头？谢城主，我的剑法糟糕得很，要是我带着剑来救你，只怕那歹人笑也要笑死了。还有，你这事后清算未免来得也太快了吧？那我该谢谢你。谢完可以清算了吧？大晚上的跑我那儿去做什么？在骗人这方面，你的进步是不是有点太快了？虽然城主事务繁忙，连教导弟子习剑的时间都没有，但身为雍雪城弟子，保护城主义不容辞，何须多疑啊？你别再这么看着我了。你心里有鬼。你说对了，我想做的坏事儿可多着呢。不过今晚，我只是突然想来见见你，谢雪辰。一日不见，我想你了。谢城主，我好看吗？色相皆虚妄，百年亦苦苦。想必在你眼里，人与人之间只有善恶和强弱的区别。你知道在我眼里，人与人之间有什么区别吗？除了谢雪辰，都是其他人。大胆穆玄灵，大
半夜不在寝楼待着，却溜出来，还打扰到城主。你如此胡闹，还影响到城主与其他同门休息，更会带坏风气。你可知罪？知，弟子这就回去思过。哎，城主，你的床太容易坏了啊，下次还是换一张结实的吧。你放肆！穆玄灵，你，城主，雪晨，你与他，力道稍大些就扛不住，确实该换一张结实的。时候不早了，长老歇息吧。道成师兄，宗门不幸，用血亡尘，是我监管不力，是我的罪过。尊上，你觉得人界如何？这人界好似与暗域无异，心魔之盛，与我等暗族相比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连你都能察觉，为何他却看不清？尊上说的可是圣女？他花费了太多的心思在人族身上。小仙阁传信，谢雪晨灵力尚未恢复，你去雍雪城夺取混沌珠，交到本尊的手上。若遇阻碍之人，杀。是。南公子这是在和谁纸砚传情啊？是哪家的小娘子啊？风瑶若是知道有人称她为小娘子，怕是会不悦啊。我让风瑶去查了九仙阁的情况，镜花宫之乱后，他们便彻底销声匿迹了。不奇怪，不过他们曾在人界走动，收拢了不少人族和灵族，看来应该会有人注意到他们。不错。风瑶在碧霄宫附近的城镇寻到了一个灵族，他自称见过九仙阁的人，说为首的是一个约莫20多岁的青年男子，风度仪态甚佳；另一个则黑金蒙面，不过听声音也能听出是一个青年男子。他称呼为首的人为阁主。黑金蒙面，就说明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那为什么九仙阁主反而敢以真面目示人呢？或许是有恃无恐吧。九仙阁经营了那么多年，想要彻底铲除，怕不是易事啊。九仙阁还未除，算算时间，桑琪也该出关了。下一步，他会怎么做呢？暗族气息。想不到仙盟之中，痴念者竟如此之多，甚好。这具身躯太废物，是时候再另选一具更好的傀儡了。姐姐，怎么了，阿宝？有可怕的东西在附近，就像那天在南公子家一样。暗族在哪个方向？东南。你帮我看着阿宝，他胆子小，
见到暗族恐怕会被吓得胆裂。我去看看。哎，你一个人吗？足够了。想必你们也已经感应到了。我去见谢城主。玄心，你带弟子们布阵，务必要找出暗族，将其除去。是。多日不见，圣女的杀心还是这么重。我倒是哪个不知天高地厚的，原来是你呀，失忆。这么些年争来斗去的，你也不是第一次被我杀了，习惯就好。尊上命我给圣女带句话：好人演久了，就真忘了自己是谁吗？圣女带着尊上的任务而来，却迟迟没有行动，尊上不得不怀疑你别有用心呐。师父既然将一切都告诉了你，那你就应该知道，我自有我的计划。我做事最讨厌别人指手画脚，师父不行，你更没资格。住手！你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竟敢滥杀无辜！修士，求您救救我！我发现了他的魔功，他要杀我灭口！高秋明，你是不是傻？他被暗族附身了。幽雪城有防护结界，暗族怎么可能进得来？滚开！我当初就不该替你隐瞒。灵族魔修果然没有好东西。高秋明，仙盟蠢货众多，你属其中查出。你要干什么？高秋明，今日我就新仇旧账一起算。严重，难道真有暗族入侵？那我方才岂不是错怪他们？手段放回去账。玄天门眼中，看来只要修行了魔功，就逃不过玄天门眼中。找到了。我灵窍破损，修不了灵力。不仅修炼不了灵力，连灵力也无法吸收吗？
原来真的很疼。魔宫带给你的痛，你到底忍受了多少年，多少回？将严纣的伤害转移到自己身上。谢雪神，我给你这手环，可不是让你这么用的。我有玉阙宫护体，恢复得快，但他受不了。你竟然也有舍不得一个人疼的时候。你待他究竟怎么想？是我带他来永雪城，让他成为永雪城的弟子，便该负责到底。是该负责，还是想负责？替我照顾好他。他会更希望是你留在这儿。但我不能只为他留在这里。爱上这样一个人，不累吗？师兄，这玉阙功虽有快速疗愈之效，可严纣的伤非同小可，疼痛也都是实打实的。师兄你为什么要替穆玄灵受下这些伤？你这几天盯着他，觉得他如何？性子乖张，不守规矩，这时过马上就要季满了。我认为他不适合做永雪城的弟子。记过本。师兄，你这是……我让你盯着他，不是为了记录这些。观人须观心。可他是灵族，没什么不同。或许从他开始，今后的仙盟会有越来越多的灵族同门。人灵矛盾1000年了，师兄想做的事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但人有可能，不是吗？是。暗族入侵，逃窜无踪，下令全城搜索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地方。是。这是谢雪晨的房间。穆玄灵，谢雪晨，我疼。我知道。所以，我没看错。原来，真的是他抱我回来的。
原来要死上一回，才能有这种待遇啊！穆姑娘，这是在做什么？是你啊？谢雪晨呢？他去哪了？暗族入侵，身为雍雪城城主，自然要料理公事，是他让我来照顾你的。还以为他不在，你会不高兴呢。我有什么好不高兴的？我也没觉得他应该守着我呀。阿宝呢？送回锦炉了，我怕他吓破胆，用了乐息咒，他睡过去了。早就跟他说了，此路凶险，让他别跟着我，非不听。多谢你了。这玄天门炎咒也没什么了不起，身上这么快就不疼了。你不疼，是因为有人替你疼。雪晨已经将你所有的伤口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。我自己的伤，我自己扛就是，谁要他替了？我找他去。伤口虽然愈合了，可炎咒仍伤及你的内力，还需好好休养。况且，即便你现在去找他，也改变不了任何。欠他的还没还清，又添了一笔新账。他怕不是故意的吧？罢了，慢慢还就是了。有来有往，没准就是一辈子。情之一字，果真如此之重，能使你背逆，趋利避害之天性。于我而言，活着本就没有什么意思，死了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惜。反正本就无人在意。但他用1天的时间，教会了我怎样去快乐，去痛苦。我不会再让你受伤，以后别再说你不痛了。我会带你走，往后的每个司辰节，你都能看到璀璨的烟花。等你睁开眼睛之后，一切都会好的。是他让我明白了生死的意义。大哥哥，虽只1日光阴，却足够支撑我在暗域度过10年，不见天日，痛不欲生的日子。若你为的是那一日，可如今10年已过，他也不再记得。你当真分得清，你在意的是那一日的他，还是眼前的他？是恩情，还是爱意？为什么要分清呢？反正都是谢雪晨，这便够了。就如你视我为故人，为的不也是曾经那一日吗？
为一人生，为一人死，还真是令人羡慕啊。可惜这次没能将那暗族除去。玄信赶到的时候，他已消失无踪。也许，是有人把他救走了。倒也未必，也许是那暗族及时附身了他人，才躲过了炎纣。那暗族想要躲过炎纣追索，必须藏到修为高深者的心魔深处。那会是什么人呢？各派的心腹弟子、长老，甚至掌门。雍雪城的防护结界没有任何反应，那暗族是怎么做到毫无声息的潜入的？雍雪城的防护结界，单向法阵是无法入内的，除非有人在城内向城外开启了双向法阵，才有可能让暗族进入。谢城主的意思是，城内有人与那暗族里应外合。尊者可有办法将那暗族查出？倒是有个办法，暗族靠心魔附身，玄天门亦有法门可观道心。我们或许可以一一查验，找出生了心魔的修者。此事不妨交给玄信吧，他自幼道心通明，颇为敏锐。那此事就有劳玄信师弟了。一一查验，恐怕会打草惊蛇。我会以暗族入侵、提前推举盟主为由，请各派于正西厅议决。届时，就有劳玄信师弟在暗中以道法观心，查出有心魔者。那便如此安排。掌门，弟子还想与谢城主商讨一下查验之事。师弟有话想说。是，谢城主。之前那暗族被炎纣所知，待我寻去时，他却没了踪迹。方才掌门提及此事，谢城主神色有异，不知此事是否与你有关？师弟方才为何不问？既然城主不想让掌门知道，那我自当先问清缘由才是。今天的月亮又不圆，你出来看什么？什么时候过来的？月亮升起来的时候。一直在这里？在想事情，但没有想明白。想什么呢？我今天下山去了趟城镇。在临街的茶铺坐了一下午。为什么？我想去看看你拼了命也要守护的人间。看得如何？看了一下午，看到32对夫妻走过，牵手的很少，吵架的却有5对。吃食摊上一共有123个顾客光顾，有9个孩子买了糖葫芦，10个老人进了药铺。旁边首饰铺的老板有点坏，同一款簪子，卖给前一个顾客60文，卖给后一个顾客却要90文。另一边还有一家赌坊，进进出出不少人，赢了出来的没几个，
输光了被扔出来的却有3个。好，还有一个小贼，顺手摸走了别人的救命钱。街上路人来来往往，也没有见谁路见不平出手相助。谢雪晨，我觉得不只是你无聊，整个人间都很没意思。日复一日，为了几两碎银，忙忙碌碌，点头哈腰。所谓的海誓山盟，敌不过柴米油盐，多的是相看两厌。欲海无边，贪心难填，明知是坑，却还是要往里跳。好人不一定能寿终正寝，得享天伦；坏人也不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报应。总之啊，世态炎凉，欺善怕恶，麻木的不敢清醒，清醒的未必会改过，改过的不一定会得到，得到的又忘了珍惜。这就是你半日得出的结论？人间无聊、冷漠，且平庸，且活该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南旭月在想什么。你们在明，暗族和朽仙阁在暗。若不反客为主，只能永远处于被动。所以，你们想借移交混沌珠之时，将敌人引来明处，是不是？是。这次来的是赤影，是3影中最狠辣的一个，很难对付。很难对付也得对付。谢雪晨，明日之后，仙盟就会安定了吗？不会。那人间会变好吗？也不会。那你为什么还是要往上冲？就让他们自生自灭不好吗？在你看来，人间一团糟乱，是不是？那还用说？在这糟乱之中，你就没看到一点希望？就那么一丁点儿，算什么破希望？有那一丁点，便不到放弃之时。就像当日我带你回雍血城一样。你不是说过，想要离开暗域，过普通人的生活吗？正是因为我相信，所以才带你来了雍血城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，和他们一起修炼、玩乐，不用厮杀抢夺，毒花酿酒，枕刀而眠。相信，便有可能。穆玄灵，半日时光是看不懂人间的。以后若有机会，我带你去看真正的人间。10年前，10年后，你还真是一点儿都没变，一样傻到可以为了陌生人去死。谢雪晨，有没有人跟你说过，你活得真的很理想？理想到让人想什么？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
真正的人间。但可惜，我和你的人间，我便没有以后了。罢了，这该死的人间，便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来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，唯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走啦，明天见啊。谢雪晨，你是怎么了？竟然，他今天好像有些不对。罢了，明日之后再说吧。如果他愿意告诉我的话。人间，希望。谢雪晨，你想守的东西，我便替你守上一回。桑琪不肯告诉我赤影和朽仙阁所在，一定是对我有所提防。那就只能看明日了。赤影一定会行动，一旦锁定，我便找机会将他拿下。继任大典开始。家父仙逝后，仙盟无首，苍生难安。经由五大门派一致决定，由玄天门法剑尊者出任盟主之位。法剑尊者，请。法剑与上任盟主谢道成乃故交，深知谢盟主心怀天下苍生，为维护仙盟稳固，殚精竭虑。此后，法剑定当尽心竭力，继续以天下苍生为重，维护仙盟之威望，稳固仙盟。晚辈代表永雪城，恭贺新任盟主。那就由晚辈为您开启筑塔封印，请随我来。
盟主只需将玉令安放其中，便可开启此法器，届时便可取得混沌珠。原本以为这座塔只是用来容纳混沌珠的，没想到这座塔本身就是一座法器。是。家父知道有人一直在觊觎混沌珠，是要让天下大乱。他为保混沌珠的安全，用尽毕生所学，将整座塔都化为了法器。师妹，快看，这就是混沌珠啊！我也是第一次见，好漂亮啊！真不愧是上古神物。混沌珠已出珠塔，敌手在岸窥伺，此地不宜久留。我等这便护送混沌珠回玄天门，入万年石窟保管，定不会有失。盟主莫急。南虚月。 诸位莫要惊慌，此乃9天垂云阵，是南庄主专为今日研制的阵法。无论是暗族，还是仙盟内奸，都逃不出去。谢城主，这是何意？当日我入万仙阵修补结界，却遭遇暗族提前设伏。家父法相至今于雍雪城闭关，却无声无息被杀身亡。镇明仙盟法相境的高层之中，有与暗族勾结的叛徒。 现如今暗族入侵，却怎么也找不出其所在。必定是有人助其藏匿，对方要的是混沌珠。就算之前按兵不动，今日也必会在场。还请盟主和玄天门诸位念诵延咒，先助暗族。延咒？那我的魔气？不，谢雪晨是故意的。 又玩阳谋，引蛇出洞。若放在暗域，也是个姓臧的。谢城主言之有理，不过前几日玄天门弟子已用延咒大损，并未找到那暗族。如今再试，恐怕结果还是一样。这就是我请诸位聚集于此的原因。在珠塔之中，有家父设下的对峙暗族之心旨。南庄主以珠塔为阵眼。 开启9天垂云阵，可以将延咒的力量增强数倍。还请盟主念诵延咒。好。莫姑娘，莫姑娘。 高术士，谁敢再念一句延咒，他就没命。穆贤礼，你疯了！放开
你们不是一直在找邪盟内奸吗？那我便告诉你们，你们之中还有一人与暗族私通，就是你们最信任的谢城主啊！休要胡言！你不过是想离间仙盟内部。我可没有胡说，你们眼前的这位就是我们暗域的圣女，尊上桑奇的亲传弟子，正是谢雪晨把她带回雍雪城的。不信，你们可以问问他呀。是，我没骗你们吧？正是你们的人族之光与我们的暗域圣女私通。穆玄灵，放开他！交出混沌珠，打开结界。你都已经失去了神智，还是连句重话都不愿意对他说吗？也罢，就让师傅来帮帮你。交出混沌珠，打开结界，否则他们都会死。穆玄灵，穆玄灵不会杀他们。穆玄灵也许不会杀他们，但谢城主，你不会吗？刘雨石，不愧是精通天下法器的碧霄宫公主，见识非凡。刘颖石乃万年前神界天梯坍塌之时落下的碎石，能记录真实的音像，修为再高也篡改不了。也就是说，刘颖石所回放的必是真的。你这妖女到底想干什么？快放了救命！别急，趁今日人都在，我想请大家看一段被隐藏了10年的秘密。谢雪晨，告诉我为什么？你为什么杀了我爹？谢城主说不出口，那不如我替你说吧。10年前，有一位少年修士下山历练之时，碰巧路过明月山庄附近，一时兴起便留下游玩。当夜，恰巧遇到桑奇习庄。少年修士前去除魔，谁知除魔不成，反而道心不稳，被暗族附身，亲手用万刃剑杀了当时的仙盟盟主高凤许。当夜，少年修士的父亲赶来支援，却见自己的儿子杀了盟主，公义终究抵不过私心。那位父亲趁无人发现，抹去了盟主伤口上的万刃剑气，瞒下了儿子被暗族附身杀人之事，却因良心难安，罚少年修士上问血崖思过，一待就是7年。我赠你万刃，是想将天下安危托付于你，而你却用它杀害同盟，铸下大错。如何？这个故事精彩吗？
那天的事，我什么都不记得。这不正是被暗族附身的症状吗？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们最信赖的谢城主，也不过是一个道心共舞、手染无辜同盟鲜血的庸人。你们这么跟随他，不怕被他带入死路吗？诸位莫要听他胡说，她是暗域妖女，她的一面之词就不可信。世间之事，亲眼所见都未必为真，更何况只是区区一枚石头的流影。但流陨石的确做不了假。看到了吧？整个仙盟，无人敢为你父亲说话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杀他的是谢雪晨。这些妖孽休要胡言乱语，蛊惑人心。石影，趁今日人齐，就将他们都杀了。法剑500年修为，体内金丹威力巨大，引爆此丹，半个雍雪城都会给你陪葬。还有这种玩法，那就玩只大的吧！南虚月，加固结界。南虚月，今日就算我死在这9天纯云阵内，你也不能打开结界。区区法器，妄图阻我！雍雪城弟子护阵。是。雍雪城弟子崔南淼护阵，雍雪城弟子王正护阵，雍雪城弟子雍雪城弟子巅峰护阵，雍雪城弟子穆玄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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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护阵，穆玄灵护阵，穆玄灵护阵，穆玄灵护阵。你的脾性与雍雪城并不相合，所以到了雍雪城，你要从最初级的外门弟子做起，修身养性，重新来过。雍雪城弟子穆玄灵护阵。身为我雍雪城弟子，哪能如此萎靡不振？但我入门比你早啊，你是小师妹。雍雪城弟子穆玄灵护阵。你不是说过，想要离开暗域，过普通人的生活吗？正是因为我相信，所以才带你来了雍雪城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。相信，便有可能。穆玄灵，以后若有机会，我带你去看真正的人间。谢雪晨。
灵儿，你太令我失望了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下不了手，为师帮你做个了断，不好吗？你方才并非被暗族附身，是你自己对人族有疑，对仙盟有恨，才会受不住魔音的蛊惑，入魔为我所控。你应该也听到了，当年那日，谢雪尘是被暗族附身，所以你心心念念10年的人，根本就不是他。你早就知道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因为恨能够让你强大，恨能够让你在暗域活下去。那真正的大哥哥呢？那夜之后他去了哪里？暗域10年，我从未见过他。暗族身毁，重归虚空海，重新化形出世之日未可知，或明日、后日，亦或是100年、1000年。你该有些耐心，灵儿。为了他，你也该回到暗域来。你犹豫了，因谢雪尘而犹豫，所以方才你即便知道谢雪尘不是那个人，你也愿意同他一起去死。荒唐！如何活，该是我自己决定的。即便是你，也没有资格替我决定。灵儿，你说出这番话，是会伤心的。你的心，不是早就死了吗？死在你断臂那时。我要去走我自己的路，即便那是条死路。是。那便滚吧。她是桑奇弟子暗域妖女，绝不能留，当按仙盟律立即处死。她只是一时被魔气控制罢了。此妖女入魔是事实，能被控制第1回便有第2回。桑奇弟子绝不可能从善，除恶务尽。师父，谢城主，你当真要护着这个妖女？他为作，不该死。若被控制行恶，便不算行恶。那死去的法剑尊者该向谁讨还公道？素公主是一指穆玄灵，还是一指我？高盟主之事，你当有个交代。高凤许之事，我给你们一个交代。高凤许，他活该。穆玄灵，10年前，桑奇西庄之夜，我就在明月山庄为奴，是高凤许先要杀了我，那暗族为了救我才杀了他。哼，一派胡言！堂堂仙盟盟主怎会针对你一个灵奴？你们以为高凤雪是什么好东西？她身为仙盟盟主，平日里带头欺压凌虐灵族，看似高风亮节，实则不过是一个沽名钓誉、残忍无情的卑劣之徒。桑奇袭庄之夜，他杀红了眼，看我是个灵族，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杀了我。
那暗族看不惯他欺凌弱小，才出手相助，又有何错？穆贤玲，你凭什么污蔑我爹？你与他相处实在，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清楚吗？你自己呢？当时又在干什么？装什么父慈女孝？不过是一丘之貉罢了。穆贤玲，二位，高盟主之事，谁也没有亲眼所见，吵是没有用的，是吧？不错，高盟主已逝10年，这生命之事，不该轻易被言语左右。若说谢城主有错，也只是一时道心不稳，被暗族附身之过。可这暗族向来难防，否则便不会连法界尊者是吧？谢城主又以一己之力挡下了金丹自爆，救下了我们在座和半城的人。那这功过之间又如何评判呢？高盟主之事，可容日后再议。眼下该论的是，这暗域圣女该如何处置啊？将穆玄灵禁锢法力，囚禁于冰封地牢之中。如何处置，容后再议。谢城主，我说，容后再议。